在蓝忘机第3次抬起头转向魏小英，仍未得到半丝注意时，他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。那个每天乐呵呵围着他转的小团子，今天意外的安静。想了想，放下手中的笔，起身走至将自己团成了一团趴在软垫上的魏小英，伸手戳了戳她，柔声道：“魏英，你可是呆得无聊了。”他知魏无羡一向喜爱热闹，今天陪着他在藏书室里待了这许久，想来也是呆得烦了。魏小英闻言抬头看了他一眼，闷声道：“二哥哥，不无聊。”说完又低下了头，情绪看着明显不高。蓝忘机见此心头一紧，抿了抿唇，有些无措。这般堪称沮丧的魏小英，他似乎还从未曾见过。静默了一瞬，蓝忘机在魏小英身侧坐了下来，伸手将她揽进怀里，不确定的道：“魏英，你怎么了？可是有心事？”小孩每天都表现得很快乐，他嘴甜又长得好，平素古板的蓝氏众人也不知是碍于他年纪小，还是因着他可爱，生生被他磨出了一腔父爱来。对于他3不5时的违反家规之举，也多是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假装没看见。蓝忘机倒是想提醒他，可每每话到了嘴边，被他左一句“二哥哥最好”，又一句“最喜欢二哥哥”给羞得完全开不了口。蓝忘机有时候会想，若他小时候有魏无羡一半的嘴甜，大抵他也不至于1个月才能见他母亲一面。他年幼时的遗憾到底没有可能再圆满，又想起魏无羡曾受过的那些苦，他也不免心软。是以到了后来，他就完全没有再去约束过魏无羡，见他过得舒心自在，蓝忘机也满心欢喜。只是今日魏无羡不知因何情绪明显不对，明明来藏书阁前都还好好的。想至此，蓝忘机忽而想起魏无羡中途是曾出去过一次的，时间并不长，回来时他也没表现出任何不同，蓝忘机便也没太在意。可此时细想，大抵也只能是那短短的时间内发生过什么。魏英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他虽然觉得不太可能，然是关魏无羡，他也不免多想多思，毕竟听学尚未结束，若是哪个世家子弟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，倒也不是不可能。二哥哥，没有人欺负我，就是你没有发现我有哪里不同了吗？魏小英将脸埋进蓝忘机怀里，撇了撇嘴，又伸手小心翼翼地揉了揉自己的小肚肚。蓝忘机并未发现他的小动作，听他这样问，便伸手扶着他站定，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。魏英，你长高了也长胖了些，当然想着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魏无羡大抵也不爱听他说他长胖了的话，是以后面的话，蓝忘机并没有直言。二哥哥，还有呢？没有了。听他没了下文，原本情绪便不高的人，更是直接垮了脸，抬手颤颤巍巍地指着蓝忘机，略带哽咽：“二哥哥，难道你没发现我怀了你的宝宝吗？”蓝忘机眨了眨眼，伸向魏无羡发顶的手僵在了半空，脑袋嗡嗡的，一时分不清自己刚刚究竟是听到了些什么。魏英，你刚刚说你短短几个字？蓝忘机问得万般艰辛。他承认他是对魏无羡起了不一样的心思，可莫说男人不能怀宝宝，就是能怀宝宝，他也不至于丧心病狂到对个才几岁的孩子下手。我说二哥哥，你真的没看出来我怀了你的宝宝吗？伸手戳了戳自己圆滚滚的肚子，见蓝忘机眼底带着他看不懂的复杂深沉，魏小英有些难过道：“二哥哥，你是不是不想要我肚肚里的宝宝？”蓝忘机轻叹一声，顺着他的手指看向他的肚子，一时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。魏英，你听谁说的？你怀了我的宝宝，你这只不过是吃胖了而已。那时从彩衣镇回来，魏小英也不知是吃错了东西，还是吃的食物不干净，让他难受了好几天。自那以后，蓝忘机便一心开始钻研了厨艺，也不知是他天赋异禀，还是当真合魏小英口味，凡是他做的，魏小英总是很捧场的全部吃光光，以至于原本瘦瘦小小的人不止高了也胖了，小孩胖嘟嘟的很可爱。蓝忘机私心里也觉得抱着肉团睡觉很舒服，再者他尚小，待过一段时间，开始修炼了后便自然会瘦下来，他便也没去管。却不成想今日，我就是知道嘛。那你还知道什么？我还知道宝宝在我肚里待几个月就会出来和我见面。可是魏英，二哥哥，你是不是真的不想要？是不是也想当渣男，也想抛夫弃子？蓝忘机闻言默了默，不
不知他这个野字从何而来，也不知那短短的他不曾参与的时间里，究竟是发生了什么，以至于他若说个不字，就成了个抛夫弃子的渣男。看着撅着嘴侧着身同他生闷气的魏小英，蓝忘机抚了抚额，决定还是不要再和他讨论他是不是怀了他宝宝的问题。每次想好好的和他解释清楚，他不是怀了宝宝，他只是长胖了而已，他就眼眶红红的嘟着嘴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他见不得他委屈，又不想他继续误会下去，是以说了3两次，虽然3两次也没能解释得清。在想说的时候，魏小英就干脆转过身不理人，还一心认定了他就是传说中想要抛夫弃子的渣男，让他一度挫败得很。魏英，不气了，是你确实怀了我的宝宝，我也没想抛夫弃子，更没想要当渣男。沉沉叹了一口气，蓝忘机破罐子破摔的想，管他那么多，反正他也确实心悦魏英，虽然他们俩注定是怀不了宝宝，可他要那样认为，就让他那样认为好了。二哥哥，你说真的？魏小英将头往蓝忘机那边偏了偏，见他正看着自己，又飞快地转过了头，假装没有什么也没发生过。他还在生气，很生气。他家二哥哥不要他和宝宝，他还要再气一会会，除非他家二哥哥再哄他2句，他就原谅他。真的，我不骗人。捧着魏小英的脸，让他正面对着自己。蓝忘机说的认真，心下却在盘算这等会的抄多少家规。那你什么时候和我结为道侣？魏小英眨了眨眼，也没再强硬的将头转过去。既然他家二哥哥说了不骗人，那他就原谅他好了。蓝忘机微微瞪大了眼，一时失了声。二哥哥，你没想过要和我结为道侣吗？我都怀了你的宝宝了，你都没想过吗？你果然还是不要我和宝宝的是吧？你刚刚就是骗我的是不是？扒拉下捧着自己脸的手，魏小英眨巴了下眼，本就泛红的眼尾更是落下了大颗大颗的泪。蓝忘机一瞬间慌了神，抬起袖子要替他擦泪，却被他一偏头躲了过去。魏英，不是的，只是他当然想和他结为道侣，可他如今才只是个4、5岁的孩子，尚且不知事的年纪，他若同他结了道侣，等他往后长大了或是恢复了反悔了，又该如何是好？我明白的，你只是不喜欢我。魏小英抽抽噎噎的，眼泪大颗大颗的掉，偏偏又小心翼翼的不让自己弄出太大的声音。蓝忘机闭了闭眼，在睁开时眸中满满的都是怜惜，弯下身将魏小英抱进了怀里。魏英，你不明白，我不是不喜欢你，而是太喜欢你。你要带我去哪？双脚离了地。魏小英下意识往蓝忘机怀里钻了钻，反应过来自己应该要和他保持距离，在他怀里怔了怔，